一位拥有可怕心理操控技能的女性将她最亲近的朋友变成了傀儡。谎言如此难以置信，却足够强大，完全蒙蔽了3位女性。她们牺牲了一切，金钱、良知，甚至是她们最爱的人的生命。一个人如何能完全控制另一个人的思想？操控与洗脑之间的界限有多薄？今天我们将探讨日本历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控制案例之一。故事的主角是吉田纯子。1959年，纯子出生在横滨市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福冈县。他有一个弟弟，父亲是前士兵，现在是一名工资微薄的机械师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母亲不得不做额外的工作，但尽管父母都很努力，家庭依然陷入贫困。更糟糕的是，母亲对儿子偏爱的根深蒂固。她盲目宠爱儿子，却对纯子严厉，常常对女儿表示不满。为了逃避不断的责骂，纯子逐渐学会了编造小事的故事。这个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，到了青少年时期，他已成为一个病态的说谎者，能够自然而有说服力地编造任何故事。1975年，纯子在佐贺女子学校学习医疗护理。在她的3年级时，她告诉同学们，她的一个朋友意外怀孕了。因为她仍然是未成年人，只能进行堕胎，但又不敢向父母要钱，所以她希望大家能借给她一些钱。虽然这个故事没有证据，但听起来很合理。结合纯子含泪的恳求，许多同学纷纷伸出援手，帮助这个不幸的朋友。他迅速骗取了数十万日元。最终，这个骗局被揭穿，纯子被学校开除，未能获得护理证书。1年后，19岁的他转学到圣玛利亚护理学院，在那里，他遇到了灵美、仁美和和子。灵美是他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，但只是熟人关系。仁美和和子在他的生活中完全是新面孔。毕业后，4个女孩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纯子与她们保持联系，但见面的次数逐渐减少。然后有一天，纯子似乎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她10多年来偶尔打电话问候，没人知道她的 whereabouts。直到1992年，她已经31岁。张口突然像从过去的幽灵一样重新出现。他在 Miyuki 的医院工作，成为兼职护士。命运再次将这对老朋友作为同事聚在一起，正好是在离开 Santa Maria 的11年后。那么，张口在这11年里经历了什么呢？1981年，他在毕业不久后与自卫队军官 Yoshida Koji 正式结婚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出于爱情的结合，而是一个精心计算的联盟。两人都盯上了 Koji 祖母的巨额财富，耐心等待合适的机会。最终，1990年祖母去世后，这对夫妇继承了宝贵的土地。张口毫不犹豫地说服丈夫将这块地产变现为3000万日元，大约27万美元，通过银行贷款。但轻松得来的钱很容易花掉。仅仅2年内，所有的钱就因挥霍而消失了。当财务耗尽时，张口被迫重返护理工作，这使他重新回到了 Miyuki 的生活中。到这个时候，纯子的婚姻已变得空洞无物，夫妻关系已经冷淡，但她却怀孕了。美雪以她富有同情心的心陪伴着纯子度过这个艰难的决定，并在这几个月里照顾她。经过几个月的合作，两人的友谊迅速加深。美雪逐渐向他敞开了自己的私生活，她与一位酒吧老板有着复杂的关系，一切看似甜蜜，直到美雪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更糟的是，那个人已经结婚了。她决心结束这段不正当关系，但那人不肯放手，持续骚扰和威胁她。绝望中，美雪向纯子寻求安慰，
他并不抱太大期望，只希望有人倾听，分享他心中的负担。但纯子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，他自信地承诺：“让我来处理，我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。”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个神秘而强大的人物，与王室有着深厚的关系，对执法机构的控制，甚至可以影响日本的命运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如此离谱，连孩子们都难以相信。但美雪在疲惫和绝望的深渊中运用了如果有效就好，不有效也无妨的原则。她没有问任何问题，对这个神秘人的身份毫不好奇，她只是相信可能会有奇迹发生。当然，这个强大的人物仅存在于纯子的想象中。在五彩缤纷的承诺之后，她什么都没有做。但巧合的是，骚扰她的男人真的从美雪的生活中消失了。也许她厌倦了，也许她找到了新的目标，但无论原因是什么，这个巧合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效应。在美雪眼中，纯子变成了一个拥有奇迹能力的女人，正如纯子所描述的那样。这一刻，纯子意识到了命运带给她的金矿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脑海中形成：为什么不把美雪变成一个长期的经济来源呢？她将逐渐完全控制这个天真的朋友的生活，把她变成一个听话的傀儡。计划以一个威胁警告开始，张口严厉地宣布，那个强大的人对 Miyuki 的忘恩负义态度非常不满，在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激的情况下接受如此巨大的帮助，这是不可原谅的侮辱，后果将会非常严重。他已经命令一个团伙绑架 Miyuki， 并将他卖到东南亚，以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。在酒吧老板事件中建立的信任基础上， Miyuki 完全崇拜这个神秘的强大人物。当他听到威胁时，感到非常害怕，恳求张口想办法救他。这正是张口所预料的反应。张口迅速安慰他，再次确认他与神秘人物的特殊关系，并承诺会介入。然而，为了确保绝对的安全， Miyuki 应该暂时和他住在一起。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，张口解释道。一旦一切平静下来，你就可以回家。Miyuki 在恐慌和绝望中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正如张口所计算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他可以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但张口并没有就此止步，为了加强控制，他决定将关系提升到一个新层次。一天晚上，他突然向美雪坦白，透露他暗恋她已久，希望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情侣。美雪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告白感到震惊。她一直只对男人感兴趣，对女人没有任何浪漫倾向，但润子巧妙地将此转化为一种保护策略。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，那些有权势的人就会尊重我，不敢对你做任何事情。在困惑和压力下，美雪最终点头同意了。从那时起，他们正式成为了恋人。从那时起，美雪逐渐完全陷入了润子的控制之中。失去自我意识后，他将自己的全部薪水和信用卡交给了润子。无论润子说的多么不合理，他总是服从。在此期间，润子不仅消耗了美雪的全部收入，还利用他的信用卡提取了约150万日元，约合13500美元现金。后来，润子开始给美雪服用安眠药，让她每天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，完全变成了她控制下的傀儡。1994年6月，悲剧发生了。由于安眠药的影响，美雪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严重的影响让她昏迷了好几天。与其像普通情人那样担心，纯子却把这视为给予致命一击的绝佳机会。当美雪醒来时，意识仍然模糊，记忆混乱。纯子严肃地宣布了可怕的消息：在事故中，美雪杀死了一名无辜的人，受害者的家属要求巨额赔偿。如果他无法支付，美雪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余生。但幸运的是，你有我，纯子带着关心的表情安慰道。
我会请有权势的人出面安排一切，但这将花费一大笔钱。事实上，事故只是损坏了美雪的车，没有造成伤害。但在头部创伤后的虚弱状态下，美雪完全相信了纯子所说的话。当她得知自己已将所有资产交给情人时，她绝望地打电话回家，请求母亲借给她550万日元，约合5万美元。这最后一笔款项正是封印了纯子对美雪的完全征服。从一个独立的女性，美雪现在只是纯子所创造的幻想世界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幽灵。当美雪成为完美的傀儡时，纯子开始展望更远的未来。一个人的资金来源很快就会耗尽，他需要扩大业务。他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是童已婚，有3个孩子，一直与纯子保持良好的关系，通过电话和问候联系。纯子自己曾把童介绍给她的丈夫，这个丈夫不仅有出轨的习惯，还背负着巨额债务。为了挽救局面，童和她的丈夫不得不卖掉他们的房子，获得了1000万日元，大约9万美元，用于偿还债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纯子决定采取行动。她只是美雪给童打电话，假装是一个想要帮助的好心人。这个神秘的女人建议童找一个债务咨询专家与债权人谈判，可能降低利率并创造更有利的还款条件。计划顺利进行，令人感到恐怖。童担心家庭的财务状况，立刻想到了纯子，这位总是显得博学可信的朋友。当纯子勉强同意担任中介角色时，童毫不犹豫地将房屋出售的全部款项转给了他，信任他的密友会解决所有问题。童的家庭共转账750万日元，约67500美元给了纯子，这笔钱自然落入了纯子的口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Hitomi不仅没有怀疑张克的话，反而不断感谢他，认为他帮助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。从那时起， Hitomi 也成为了张克的追随者之一。除了 Hitomi 和 Miyuki， 张克还有一个交情更深的朋友 Kazuko。 大约在1990年， Kazuko 的家人搬到了他家附近，张克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机会。Kazuko 是成为受害者的完美人选，他性格内向、孤独且缺乏朋友。与他平时的内敛性格不同， Kazuko 在张克面前变得开朗健谈。他分享了生活中每一个隐秘的角落，从小烦恼到家庭秘密，认为张克是他唯一且最值得信赖的知己。然而，在张克友好的微笑背后，却隐藏着绝对的冷漠。他不仅不喜欢 Kazuko， 甚至暗中鄙视这个天真的朋友。对张克来说，友谊只是一个工具，关系只有在带来经济利益时才有价值。Kazuko 就像他水族箱里的一条肥鱼，等待着丰收日的到来。而那一天终于来了。张克决定利用 Kazuko 过去的旧伤。通过在医院的共事，他知道何香织曾与名为海莉的同事发生过严重冲突。当时香织滥用职权，不断骚扰和压迫清理，造成了有毒的工作环境。最终清理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他不得不辞职并离开这个城市。顺子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，他告诉香织，海莉搬走后，她的工作就不顺利了，她只能找个男人结婚。结果她的丈夫虐待了她，她生下了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。现在这位寡母和孩子的生活非常艰难。顺子的逻辑是，既然香织曾经欺负过这个人，导致他现在的境遇，那么这个人的不幸其实是香织的错，他应该为此补偿这个人，以赎罪。顺子恰好可以充当中介来帮助安排，所以香织应该把这笔钱给顺子。为了完善这个诈骗剧本，顺子把童子拉入了这个计划。他让童子扮演海莉的代表，负责在香织面前进行紧张且重要的电话谈判。尽管这个故事有逻辑漏洞难以掩饰，
但被多年有意洗脑的香枝却全盘接受了。他完全相信自己对青雉真的有罪，并且需要补偿。最终，和子不得不向父亲借了1100万日元，约合99000美元，全部交给了纯子。这样，纯子的3位追随者就齐全了。3位来自不同生活角落的女性，各自有着自己的弱点，都陷入了纯子编织的爱与金钱的网中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纯子继续系统地利用这些资源。他编造了无数理由来索要钱财，从强者的服务费到各种有利的投资，总计超过5000万日元。从3位受害者那里骗取了约45万美元。凭借这笔钱，他在九流米购买了一套豪华的复式公寓，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。但到1998年，这个金矿几乎耗尽了。3位女性几乎放弃了她们所有的财产。纯子需要一个新计划，另一个收入来源来维持她奢侈的生活方式。不久之后，她找到了一个方法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怕和残酷。和子的丈夫叫原田，是一个爱妻子的好人。婚后，他对妻子非常关心和体贴，但同时，这个丈夫对女性非常有吸引力。性格本就内向的和子，时常担心丈夫会出轨。于是有一天，她向好朋友纯子寻求建议。这个消息让纯子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她迅速想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，要杀掉和子的丈夫，制造意外来骗取大量保险金。尽管纯子的勒索手段不人道，但至少她的手没有沾上血。从此事件开始，她已经打破了最后的界限。然而，纯子自己可能并没有感到心理负担。她本质上是无耻的，只要能赚钱并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于是，纯子首先友好地表示，她会通过重要关系调查和子的丈夫。几天后，她假装告诉他，经过调查，她的丈夫确实有外遇。当和子接受丈夫有情妇的事实时，纯子假装帮助她分析，如果不加以制止，她的丈夫会把所有钱花在情妇身上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了她，然后伪装成交通事故，这样她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。和子起初犹豫不决，毕竟她的丈夫一直对她很好。为了鼓励和子，纯子先在她的车里放了一瓶安眠药，然后假装意外发现了她，暗示是她的丈夫计划用安眠药来杀她。所以现在，如果她想活下去，就只能先下手。从那时起，和子完全被迷住了。她坚信只有杀了丈夫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，纯子把美幸也拉进了计划，3人开始一起策划谋杀。最初的计划是让平田因钾中毒而心脏衰竭而死，但不知是剂量不足还是其他原因，1个月后，平田依然好好的。无奈之下，3人将计划改为先给他安眠药，然后在他睡觉时直接注射钾。在1998年1月21日的晚上，3人按照计划给和子的丈夫服用了安眠药，他很快就睡着了。真是荒谬，行动卡在了注射这一环节。3名专业护士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那天的谋杀计划被宣布失败。第2天，3人再次尝试杀人。纯子提议直接将空气注入原田的血液中，以确保成功。这个可怜的人在15次注射中被注入了大量空气，在睡梦中死去。原田被杀后，3人将他的尸体带到医院。由于死亡是由空气注入血液造成的，医院的尸检没有发现异常。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，这起谋杀是意外死亡。她丈夫的死亡使和子获得了3500万日元，约合31.5万美元，作为赔偿，加上慰问金、养老金、亲属的支持等。这些钱最终都进了纯子的口袋。根据后来的统计，这起事件中，
纯子从和子那里偷走了总计 1.1 亿日元，约合99万美元。纯子后悔没有更早发现这条盈利的道路，如此高利润的工作自然要再做几次，但纯子和她的丈夫早已只有形式上的婚姻。美幸早已与她的丈夫离婚，在她的信徒中只有同有丈夫。纯子选择了他作为目标。之前纯子从童那里骗取了750万日元，不久后童的家人搬到了大川市，两人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，这也是童没有参与之前谋杀计划的原因。纯子于1999年发新年祝福给童，以重建联系，然后他多次打电话问候，因此两人的关系再次变得亲密。到2月底，纯子从远道而来，去大川市拜访童的家。就在两人聊天时，童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女人自我介绍为小峰玉树，她告诉童，你的丈夫有好几个情妇，还在外面进行诈骗，毁掉了其他无辜家庭。这显然是纯子熟悉的手法。电话里的小峰玉树实际上是和子。纯子故意安排童在他拜访时接到这个电话，正是为了在这个初期方便洗脑他。接到这个电话，童子有些困惑，这时纯子可以站出来了。他再次主动承担起谈判专家的角色，挂断电话后与对方的高沟离玉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。他严肃地告诉童子，你丈夫欺骗的人已经自杀，他们的家人非常愤怒，计划对你全家报复。童子感到恐惧，立刻问纯子他该怎么办。这个问题正是纯子想要的。他回答，你丈夫不再值得活下去了，你不如杀了他，这样对方也无法对你的家人采取行动。听到这些话，童子一时难以接受，但她的丈夫确实有严重的债务问题，他已经对她失去了信任。在纯子的不断鼓励下，他开始信任纯子。纯子也知道他对童子的控制力不足以进一步引导他，强迫他写下承诺，表示他必须杀死丈夫。计划经过精心策划后，他们决定利用目标最大的弱点——严重的酗酒问题。死亡将被伪装成悲惨但不引人怀疑的酒精中毒。在3月27日，童子完美地执行了她的角色。她打电话给予自己疏远的丈夫，以需要讨论孩子未来为借口引诱他回家。晚餐精心准备了他最喜欢的咖喱，里面混入了足够让大象昏睡的安眠药。几分钟内，这名男子就陷入了永远无法醒来的沉睡。当时钟敲响晚上10点，纯子、雅雪和和子小心翼翼地将一根管子插入受害者的鼻子，缓缓将酒精注入他的胃中。为了确保效果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整瓶威士忌直接倒入管中。完美的计划再次成功。法医在看到一名酗酒者因过量而死时，没有怀疑任何事情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一场自然死亡，死亡证明上清楚地写着“意外死亡”。童美获得了3200万日元的保险赔偿，约合29万美元，几乎所有的钱都以服务费的名义流入了纯子的口袋，以及给权贵的谢礼。童美甚至不得不从丈夫的养老金中挖出额外的3000万日元，约合27万美元，以感谢纯子帮助她逃离不幸的婚姻。到此时，纯子通过欺骗和控制她的3个朋友，疯狂赚取了超过2亿日元，约合180万美元。她随后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复式公寓，与她的3个追随者一起生活。她住在公寓2楼的豪华房间，其他3人住在楼下。成功控制3人，实施2起谋杀，不仅避免了怀疑，还获得了巨额财富。张口变得越来越傲慢，他宣称自己得到了重要人物的重视，并被提升为重要人物的发言人。与此同时，
他命令美雪等人用敬语称呼他，称他为吉田大人。他把所有日常工作都推给了3个信徒。此时，张口已成为高贵的女王，任意支配着3人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2亿日元足以让他们安稳生活一辈子。但吉田大人却无法满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钱很快又被花光了。看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不断减少，他开始频繁向3个信徒索要钱。但要向谁索要呢？美雪和和子显然早已被榨干。环顾四周，只有童可能还有些资源。于是他对童说，上次我们杀了你的丈夫，多亏了重要人物的帮助，我们没有被警方怀疑。你应该再拿40百万日元，大约36万美元，我要把这笔钱给重要人物作为感谢费。Hitomi 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，杀死丈夫并获得保险金仅得到了大约3000万日元，而在丈夫去世后，她已经交出了所有资产。她还可以找到另外4000万吗？张口也发现 Hitomi 确实无法筹集到这笔钱，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要求，但之前赚的钱几乎都花光了，所以他必须想其他办法来赚更多。他迅速将目标锁定在了 Miyuki 的82岁母亲身上。Miyuki 的母亲在接受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。作为护士，张口非常清楚，简单给这个病人服用降糖药会直接导致死亡。最初的计划是让 Miyuki 自己来做，作为女儿，她最方便，不会引起怀疑。但面对重病的母亲， Miyuki 犹豫不决，无法下手。张口只能想出第2个暗杀计划。他命令 Hitomi 伪装成私人侦探，代替 Miyuki 进行杀害。此时 Hitomi 已经开始暗自产生一些疑虑。之前当张口强迫他杀死丈夫时，他还能提供一些理由，尽管那些理由多么荒谬，至少从逻辑上讲，他们几乎说不通。问题在于这一次，张口为什么要杀 Miyuki 的母亲？这个问题让张口感到慌乱，无论他多么聪明，他真的想不出合理的解释。他只能粗略地回答，帮我把这件事做好，给重要的人4000万的感谢费就会免除。所以在2000年5月29日， Hitomi 心中充满疑虑，伪装成私人侦探，前往 Miyuki 母亲的住处，借口想了解你的女儿，成功骗入屋内。一进屋， Hitomi 假装拿出一堆伪造的文件。当老太太低头看文件时，她突然掏出一只装满降糖药的针筒，朝老太太的脖子刺去。没想到 Miyuki 的母亲反应非常迅速，她一感到疼痛就意识到危险。她躲开针头，开始与 Hitomi 争斗。看到情况不妙， Hitomi 恐慌地逃离了现场。2次谋杀未遂都失败了，张口愤怒不已，转而将注意力放在 Hitomi 父亲名下的土地上。他强烈地告诉童，重要的人所要求的钱必须支付。现在我们只能想办法拿到你父亲的土地，卖掉他的钱来支付4000万日元。听到这些话，童立刻感到自己被逼入了绝境。在纯子的3个信徒中，童其实是特别的，他是最后加入这个小团体的，与纯子之前的互动最少，从未与他长时间同住。他虽然受到纯子的影响，但仍保留了一些独立判断能力。纯子似乎明白他对童的控制没有对其他2人那么强。为了防止童被家人唤醒，他强迫童写信与家人断绝关系，试图让他完全切断家庭联系，完全臣服于他。没有完成纯子分配的任务，被迫偷取父亲的土地，现在又被命令与家人断绝关系。尽管他已经被洗脑很久，但童仍然陷入了深深的焦虑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疑惑。为什么吉田大人要强迫他们伤害自己的亲人？他为什么总是用各种理由向他们索要钱？最重要的是，为什么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？
在不知道该向谁求助的情况下，童最终选择向他人寻求建议。他向叔叔倾诉了心中的疑虑和怀疑。童的家人早已觉得纯子非常麻烦，但看到童与他的亲密关系，他们一直没有说什么。这次当童向家人倾诉一切时，犹如一颗炸弹爆炸。在家人的劝说和帮助下，他开始逐渐找回自己曾经放弃的自我。童于2001年8月2日在家人支持下自首于香留美警察局。虽然童隐瞒了自己杀死丈夫的角色以避免指控，但面对如此严重的犯罪情况，警方立即逐一逮捕了纯子、真由纪和和子。纯子从未想过他会失去这3个追随者。当他看到童开始揭露他们的罪行时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在警方的劝说下，真由纪和和子终于醒悟，逐渐开始坦白过去10年发生的一切。这个令人恐惧的操控和连环谋杀案件终于浮出水面。2004年9月，香留美地区法院首次审判此案。尽管纯子否认了一切，警方通过其他3人的证词重建了整个真相。法庭认定主谋纯子贪婪且极其自私，为了满足他扭曲的金钱欲望，他不顾人命，使用欺骗、威胁和操控，以控制他人并策划多起谋杀。他丝毫没有悔意。他毁了3名女性的生活，导致2名男性冤屈身亡。3名同谋美幸、和子和仁美虽然在他人的操控下犯罪，但缺乏判断力，无法分辨是非。不仅未能阻止主谋的犯罪意图，反而甘愿成为他的同谋。最终，纯子被判定为煽动谋杀和欺诈，在第1次审判中被判死刑，2次上诉均被驳回，最终上诉于2010年3月确认死刑。他于2016年3月25日被执行死刑。美幸在第1次审判中被判谋杀并判处死刑，但在后来的审判中考虑到他并非主谋，且是纯子精神控制的主要受害者，最终上诉改为无期徒刑。仁美在第1次审判中被判谋杀并判处无期徒刑，但因为他杀的人最少且自愿认罪，最终上诉改为17年，有可能假释。和子在被捕时被发现患有子宫癌，入狱后不久因病去世。这起令人难以置信的10年洗脑谋杀案终于结束了。这个案例成为了一个可怕的警告，关于心理操控的破坏力。它表明，有时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陌生人，而是我们最信任的人。Junko Yoshida 的故事将永远提醒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完全没有良知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成为受害者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，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案例，下个视频再见。